闻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你是要创啦？叫青哥来啊！叫来到抢的啦！我等这个机会等足久的呢。安娜，我跟你讲，等我。冲啦！哎，5年没丢1粒啊！啊，大哥，你是哪里人呐？日本人呐，日本人。真正大呢，而且他刚刚丢下去没多久又拉了。是中鱼还是中鱼？钓鱼啊！对啊！啊，你看，讲回中。碰面，终于看到他。所以其他的都是客制化的印章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像我们也有这，我看到一个很感人的。这是特地为你们节目所准备的。这是青的吗？怕也看那波波呢。无啊，这是收到吧？有在钓10分钟过，拢手慢夹走。哦，这个真的是有在炒，这很烫，很烫。如果说要在台湾本岛寻找一处遗古遗今的好地方，相信大家一定很快就能联想到坐落于山海嘉南平原之间，且蕴含人文历史建筑的台南县市。想要了解府城新鲜事，不需要太多阐述，现在就跟着我们去探索吧。你是要创啦？叫青哥来啊！叫起来要创啦，叫来到抢的啦。我等这个机会等足久的呢。你是会使啊买啊？稳的。安娜，我跟你讲，等我，特动，稳，该给他说你。知呐，乱，我惊到。你对我讲稳的有2种，你是倒一种？绝对不是稳死迄种啦。等我。台南第一站，我带阿兴来到了柳营山区，感受一下让子弹飞的震撼教育。希望阿兴啊，这届一定要稳啦，千万莫阁失大啦！冲啥啦？哎，5粒无钓1粒，无有啦，最后1粒有钓啊！有啊，有啊，哦，你遐准，阁失大，咚那一声，哦，很帅气。我原本想说啊，前4颗都没中，算了，最后1颗等你打完啦，打完再说啦，没关系。我这一次有请专业人士，都不是搞混练变成老对，请我请我们的教练，阿明教练来，下面请你，哇，教练这么帅哦，比较暗的一点。这2年的啦。然后请阿明教练帮我们介绍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台南的柳营啊，是蛮早之前哦，都是从打散弹枪开始。那是这2年才慢慢开始推广这个所谓的这种点2的手枪啊。哦，这点2小火的，我们讲叫小火的手枪。是。它这个你们的规格是怎么去建立？我们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以奥运的那个规则下去做。在台湾，我们的运动是符合这个 ISSF 啦。没有限制吗？一般民众是可以来还是不可以来？到底？一般民众要成为我们的算初阶会员。你来，你就是必须要写资料，完整的登记这样。是然后再加上看你精神状况有没有问题，帮我们训练一下，我们都算有缘呐。练习。他今天带我来，要成为台上一条龙，可以，台下也一条。可以。对。刚刚那一发是摸到的，我把这拢 K。你卖失大的，你卖失大，卖太之类的。来到家，我出去了，还过去倒位。我唔知，没啦，依照点22手枪的比赛规则，接下来我跟阿兴就要来比一比谁是快枪手。当然，在这里我们有专业的教练指导，毕竟这可不是玩具枪啊。如果是快射的话，有分8秒打5发。就反正你8秒里面把它打完就对。过了8秒没打完就拜拜，不算分了。好，然后第2轮就是6秒打5发，最后是4秒打5发。
好，头一定要摆正，举起来。那打完了，我刚卡弹了，卡单了，啊，我还活着。啊，你没有清枪管，没有，因为教练在我旁边了，哦，安全的。安全。对，来，好，他自己发是，然后解释。哎，你这个可能就是你的手指有没有？你没有伸进去。我刚刚说你伸得太进去，结果你是。我现在变到太外面了。对，所以你在开枪的时候用推的。对。哦，推到左边去。啊，你这个很简单，你这个心大而已。因为我的枪是善良的枪。你没有一个打到中心点的。教练你就很牛哎。教练就说。可以，你放心，你都安心的开，因为这个一定是准的，点对点就对了。我说我有点对点的，我有点对点，可是我都闭着眼睛点对点，所以至少我还有中了几。有啦。阿兄啊，你没有一枪打在靶心就算了，还可以硬凹自己是善良之枪啊，不要紧啦。接下来的散弹枪是飞靶射击课程，换个场地，我们要学习的不但是瞬间瞄准的问题，还要感受它强而有力的后坐力。重心在你头前，无开到伊倒向尔，你开到啦，安尼就唔对，倒向尔就唔对。我开了按了，我开了就是这个，你能克制这把枪。好，我们打的目标会动，所以你眼睛要去追着它，枪管就跟着它走。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们在打飞靶，好是睁开双眼打，目标飞出来，眼睛直接去看目标，把目标看清楚，看慢了就成功了，了解？哦，你就在你的眼中，它感觉它变慢的时候，你就到达那个境界了。对，好，零的境界。阿明教练啊，看你讲得很认真，但是我和阿hin却是听得不飒飒呢，怎么听都满头问号。原以为狙击是单眼瞄准准心，但是追踪飞靶轨迹却是要双眼睁开，真的是听得我头昏脑胀啊！反正就球来就打的意思是吧？来去试试看喽。好，它有一点在瞄的感觉。对。别紧哦，再来一次来。阿兄厉害呢！我就跟你讲，就说闭着眼睛开枪，枪照着。柳营运动靶场是一座具比赛级场地的训练靶场，平常除了提供军警以及国手培训之外，目前靶场也开放手枪及散弹枪2种枪款，给一般民众报名参与训练课程，并且由教练团提供1对1、专业又安全的射击课程。今天真的是无比的幸运，接下来咱们要去观摩中华队选手们的射击魅力了。没有打扰到选手哦，没有，好紧张哦。我们的婉瑜选手，你好，国手啊。刚刚在他打靶的时候，我深深的被他吸引住了。他打的我觉得还好，真的不帅。最帅是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当子弹弹出来那一刹那，唰丢了。哦，你说他那时候就差点拍掉，他拍到。你冷静哈，你说他打的还好这件事，我觉得你敢讲？没有，因为我看不懂，因为太快了，他跟我们刚刚在上面打的那个速度差很多。眼前的这一位就是曾经在2019年拿坡里世界大学运动会中为中华队摘下首金的射击女将刘婉瑜，另外还有与她一起在2018年东南亚锦标赛拿下女子不定向飞靶团体项目金牌的队友黄燕桦。今天是来练习的，赛前练习。听说明天是排名赛。那你们明天是比个人吗？还是团组合的？个人。我刚刚在看他们打的时候，还蛮好奇。我看你有时候已经中靶，对，还为什么要打第2枪？我们其实预赛的时候有2发，我们是可以打2发。那一发破了，还有大块的地方，我们就会去跟它的轨道。因为我想说破了已经变得非常小，他还要再打，会加分吗？不会加分，自我训练呐，帅。因为我最近有像 IG 啊，有些限动，我有一些朋友都女孩子哦，都开始在靶场里面玩，然后我都会想说，你们怎么会去打靶？他觉得很爽，他说有没有打到？但是一开始那种打出去有种发泄的那种感觉，其实很舒服。你讲这样子，我好像觉得男生好像没有什么作用。我跟你讲，你等我一下，虽说眼前2位国手巾帼不让须眉，但是也不能忽视咱们男子组代表。人家
现在也是选手，你在那边。其实我原本在高中的时候，我还是普通生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住林口，然后旁边有一个靶场，林口靶场，对，我就去，然后就屌啊，就入坑啊。所以在台湾上面，我就觉得说我们的国手真的是很辛苦啦。运动项目不分男女的。射击是一项提升专注力的训练运动，在练习射击的过程中是需要高度专注的。不同于一些开放枪支的国家，台湾对于枪械的管制是相对严格的，因此一般民众谈到枪支必定感到陌生而害怕。不过，只要有正确的观念，加上选择合法安全的场地，射击运动一点都不危险。就像我跟阿hin一样，抓到机会就要赶快请高人指导练习一下，试试看专业比赛级的飞靶怎么打呢？防鸡蛋的啦，不防弹。防鸡蛋，反鸡蛋。没啦，这个鸡蛋止滑，这边可以止滑。哦，枪托啊。枪托。激发的时候，重点直接讲。重点就是要打中，打中啊！重点就是要打中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刚学都已经学了。但我们不定向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稍微小技巧？你自己的小技巧？快速，不要犹豫，不要犹豫哦，不要犹豫，看到就打，看到就打。反正你也不知道他从哪里飞出来。对，没错。就打无解，你嘛你讲，快点，我一点亏钱。对，快点，我要来亏钱。好。特制的止滑背心是为了防止枪托在射击时因为强大的后坐力滑动。但是穿上如此 Pro 级的赛制服装，我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厉害，因为这又是另一个层次的不定向飞靶速度啊。OK 好，我知道吗？没有打高，但是就是这样。好，这样就对了。好，换子弹。换子弹。腋下夹紧，腋下夹紧，鱼尾右推，鱼尾右推，好折，好折，他就往外翻。会弹呢，但是它弹出来，它不会烫，它不会烫。所以弹出来是正常的吗？弹出来是正常的，你是还要接啊？哦，我要接哦。对啊，不好意思。对啊。好。好。原本以为跨掉 all in 的亏钱是句玩笑话，没想到教练却是认真的，要我们运用在接下来的射击上，会准吗？到底？好，哎，中了一个，中了吗？我还是没接到，终于赢一次了。哇，谢谢。中一个嘞，中一个。不可能，我跟你讲，不可能，赛道的，不可能。如果真的有可能，那我还要一颗子弹，那我再试一次，因为第一发的时候，你还想那些感觉不太对。没有啦，这个真的是，不知道是不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啊？照着教练的话，竟然让我这个新手顺利得分。我说阿hin啊，你就不要再耍宝了。对我们这两只菜鸟来说，如此难得的经验比较重要。谁输谁赢并不重要，好吗？好。会壳。小刚，打得到不稀奇，我咬得到子弹。安内哦，你嘛搞一个？刚才你不是拿蓝色子弹，一弹出去我就要哦，是自弹。你对，明明就蓝色，你怎么夹成红色？今天我们真的要谢谢教练以及各位中华队的好手，让我跟阿hin能够在除了拍戏外，有机会了解射击运动的真正意义。更没想到的是，在台南的山区有这一处好地方，能让我们接触如此特别的户外运动。虱目鱼是台湾养殖规模最大的鱼类之一，据说年产值曾经有超过35亿元的记录，而半数以上的虱目鱼都产自台南沿海渔温。台南虱目鱼的扛棒算是深植人心啊！因此来到台南，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这道属于在地人的好滋味。大把鱼豆，虱目鱼的饭跟虱目鱼香肠，我跟你讲，我超爱吃虱目鱼。哎，这你无介绍者，虱目鱼油条，不是？无啦，唔知我看隔壁啊，当只油条，阮这咧食呢，我冇食过。我要吃饱一点，因为之前去那种算是养殖池捕捞过那个虱目鱼嘛，虱目鱼活力很好，而且大概都是差不多一尾就是这样子大小。但这一次我们要吃饱以后，我带你去
钓石母。那呢，我就先食啊，我先食，我最要，我最要。可以拜托。这个真的，这不会诶，这无钱诶。虽说好吃的萨巴鱼料理在台南不难找到，但是眼前这一家 CP 值超高且传承70多年的老店，可以说吃它一顿虱目鱼全餐，绝对为你的味蕾留下好滋味。都可以，都很好吃，而且台湾人真的很爱吃虱目鱼，我们还可以把那个这么多刺的虱目鱼，可以弄到这样无刺鱼肉香肠。哦，真的很好吃。我以为很像香肠。这样也没有泡球米，那是虱目鱼香肠。对啊，而且你看它这个，他们厉害哦，它这个米啊是用生米去煮，不是用煮熟的白饭下去再煮过，它用生米一直煮到变成那个粥，咸粥。然后你看它的这个鱼汤，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，有没有？它鱼汤是这种乳白色的。这个刚刚小刚讲鱼皮鱼肉，我试试看。它这有点像泡饭不是像我们传的吃的那个广东粥，那广东粥的狗狗，它的汤喝起来不会很透彻，很什么，因为上海是清爽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清爽，还是清爽，而且很甜哦。这个汤啊，他们一锅里面700-800的鱼骨下去，然后就水跟鱼骨，对，就这样熬到它变乳白色的汤头，那一定很好。你看它的这个虱目鱼的营养成分跟它的所有全部都熬到它汤里面。鱼酥肉燥米糕，特制的虱目鱼香肠，品相齐全。虽然是传统小吃，但是却也能吃出5星级的美味。其中招牌虱目鱼粥好吃的秘密在于他们不嫌麻烦，坚持使用虱目鱼骨熬制汤底，而且一定要搭配油条一起吃。它的这个独创的这个算是鱼燥饭，我们吃肉燥饭嘛，鱼燥饭，你知道？哦，新滋味。很香这样。我自己我很怕那个有一点腥臭味，对不对？完全不会。没有，台南的真的是造法真的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笋呢？哎，对，就这样，咱青蛙就好无？这做特别的，我唔捌食过。爱你问。对啊，就是要这样。好，来这边就是大气的吃。小姐这样。对，它泡过汤就很好。它主要是吃它的那个，因为油条本身还好，但重点是它的那个汤。对，可是你沾油条之后，因为油条它是用炸，吃起来会那种感觉油的，可是这沾下去吃完之后，油条那个油腻不见，一边吃会有一边那个鱼汤的香味，鱼汤的香味，真的。走吧，吃完了虱目鱼粥，接下来还有一项西南沿海渔温夏日限定的爆冲体验。他嘴狼啊！我是知道钓鱼的人都很疯啦。对哦，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已经这么多人专门来钓萨巴鱼。哎，对，虱目鱼爆发力很强，你等一下钓上来就知道了。这我真正，我钓过5锅。哎，5锅啊。哎，鱼，哎，就大只，要不要冲就紧的。哎，还好啊。还好。一个时速50跟一个时速100，你怎么比？你说这个时速100？哎呀，那不一样啊。鱼钓搞起来，对，咱钓看嘛。先钓要看啦，我觉得先钓要看啦，因为钓了才知道嘛，到底拉力是什么样的。对啊。你用什么饵啊？你就用虾？爆米花而已。哎，真的爆米花哎！焦糖，这真的爆米花，这真的爆米花了。他就用那个鱼浆而已啊，这有用鱼浆啊？鱼浆，然后一些配料啦。有用鱼浆。我没了。可是这个爆米花下水之后会不会？对啊，很快所以你大概5分钟你就要收起来换了。没错，经过我再三确认，今日的虱目鱼钓饵是我用过最不可思议的钓饵。如果不是爆米花上面裹的那层鱼浆味道腥了些，我还真怕一不小心当零食吃了它。你看你记啊，哇，这个记啊，哎中了，好大！记啊，你摸落去呢，记啊，你保重诶，下水里呢。我看他跳起来一下。我大概有起来。是。我甲你踢完。
哇，哎，很大哎！哎呦，哇，好重哦！3斤多啊！3斤多啊！这只才3斤多，不止吧？你拿看，哎，很重。我觉得应该有快4斤哦。哦，等下咱出来对看卖啊。好啊。哦，我想要迄个体验迄个拉力。大哥，你嘛是用爆米花钓的是？嘿，爆米花。都是用爆米花。接下来看在阿兴钓鱼经验不多的份上，我把今天的钓手军师交给他。伊算高手啦，我钓第2天尔。好嘅。好来。哇！哎，啥个？我起来了，我中枪没有用。啊？那边没有用。你要往中间丢才有用。哦，大哥，咱分工合作好不？无安尼结落吼，我可能给他拍了，我给你结嘞。你要溜岸啊？溜岸，你造呀？放刚外头。哇，哎，好结实哦。是中鱼还是哦？中鱼！我刚才也是这样子，然后结果是勾到旁边人家的线。不能松掉啊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钓。这袂使翕啊！我即摆叫人帮我甩竿，迄拢袂使翕，这爱敢若我甩的，吼爱去加钓，吼，较会使的。大哥，你我安尼有成绩高钓无？我走了。哎，你手还溜喊啊？有，安尼，看那边也溜。哎，快，中了！对吧？中鱼。对吧？哎，钓鱼啊！啊，伊这若讲到时，人咧食的时候，伊就会拖咧行嘛，大哥。我中鱼啊！啊哪来啦？哎，拉力很强哎。是，啊若钓到我话我随来接哈，爱讲我钓的吼。钓啊！我讲兄弟啊，你到底在忙什么？就算我真的中鱼，你就不能好好守着你的杆子，一定要用跑来跑去来跟我凑热闹吗？你也太看不起随时会上钩的虱目鱼了吧？哦，小刚即马跟我同款，拢会演空气场的，厉害，伊的戏进步啊！当哎，我要叫哦，溜啊，到啊！哎，我中了！没进去喊哦。也飙车呢！太易了啊！你溜岸啊！溜岸！你走呀！我赶快跑！我跟你讲哦，较帅，安尼会使无？我跟你讲啊，钓鱼3档2档，小刚啊，这边做吹啊，是要做真的啊？哇，哎，好结实哦，好结实哦，它这个鱼，我刚刚在拉的时候真的不好拉，它会冲，它会飙车，真的会飙车，等一下，小刚，这个差不多1斤半多一点，1斤半快，我是觉得差不多快2斤，真的。我靠钓鱼啊！哇，我拿紧，这一时今天咬哦，对，真的很大呢，而且他刚刚丢下去没多久就拉了，就大只呢，真的啊，你这么大？真的，我是有看到他刚拉起来，但我没有看到鱼了，有刚换过来嘛。剪刀，哦，没来，5斤多啦，是哦，你中文讲得很好哎，哦，可以吗？我断掉了，我把网会断掉了。不是啦，线那个啦。哇，大哥！哇，你这个尾，这么大哦，大哦。哇，小心哦。它很活泼呢哦。大哥，你是哪里人呐？日本人呐。日本人。Japan。你漂洋过海来台湾，就为了钓这个鱼哦。
啊，恁遐敢无？你们那边没有这个鱼哦？石目鱼没有啊？没有，日本没有石目鱼啊。日本没有丝目鱼，因为丝目鱼无法生存在温度过低的水域。在台湾西南沿海鱼温通常是文蛤或白虾与丝目鱼混养，而丝目鱼也算是当中的工作鱼，用来吃掉鱼温中的藻类。来啊，就基部，你这尾有没有5斤啊？不知道哎。看起来感觉有哦，最大的这一尾。好大，你看到？应该蛮大只的。有没有这一尾？很漂亮啊！这个拉起来感觉，这种大的拉起来跟小的感觉怎么样？差很多，差很多。刚才小的其实拉起来感觉就已经很冲嘞。很冲了，很冲。对啊，它这个一拉起来，我捅到我这个腰都红掉。哇，这一尾哇，哇，这样你没办法直接用手盯住，因为它冲太快了，是不是？冲太快。这种你还有钓过比这种更大的吗？在这里没有，目前钓最大概这个大概差不多真要有5斤啊，因为他们说这边还有7斤的。是，差不多。哎呦，是中鱼还是中鱼！我刚才也是这样子，然后结果是勾到旁边人家的线。不能松掉啊！啊，不大。啊，你钓到小尾。哎，小尾。但小尾拉力也是很冲哎。不用了，你直接引拔就好了。像鱼，如果说这种尾巴的，几乎都很有冲力。果然，就像许大哥说的，身形似子弹尾，如剪刀状的丝目鱼，中鱼之后的拼劲实在太过瘾，难怪池畔不乏许多年轻人争相挑战。但是就是有人太过于轻敌，还在那边给我聊天。喂，鱼钓啊！哎，你伫遐啦，你遐，我扬中的一只鱼竿，它趴起来。到底来靠你啊！到底呢？你有看到？有看到？我跟你讲吼，这不是做好过的，这真正是给我出去，因为那个太快了。好，来，小心。而且鱼也不好放，不吧？哦，你这只，你在没？你来救！还行，还可以了。啊，我知道，因为你这个竿比较软呐。脱钩，还被铅锤敲到，他这样右过来打到，哇，好痛哦！我所以大哥有讲，那个时速我们钓的是50，这个是100。哇嘞，看来钓这丝目鱼真的不是斯文人干的活啊！混养的丝目鱼活动量大，上钩时拉扯劲道十足，钓起来比其他池钓鱼种更具挑战性。难怪许大哥一开始就说50跟100的时速差别，就我来看可能不止啊，你说是不是呢，阿兴？它这个跟我去前几次我们出外景去拉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。这个前几次是要跟它搏那种，它要拉的时候你就不能拉，它要拉的时候你就不能拉。在这个你就要跟它拼，你线就全部不能让它放松拖过去，你就要一直收，然后它是往拉，我那个叭，哇，阿苗伟，体验到，这刚刚厉害。我觉得，大哥啊，我杆子有当下剁者，迄是正常的吗？钓鱼啊！安尼讲话都有。一直收。在西南沿海地区，每年4月中旬到10月份左右，也是钓丝目鱼的季节。渔温养殖业者透过钓具行仲介，出租渔温供钓客垂钓，通常一次开放4小时。想要感受一下水面爆冲的刺激，不妨跟西南沿海的钓具店打听一下行程吧。小刚啊，是咧带啦。兄弟就是兄弟啊！啦，扣一紧，这袂使扣，啦。使啦，这扣，咱这去。我跟你讲，你冷静，你唔通看我这就要甲拼呢。啊，人等你遮，我就甲扣。无啦，这吼，咱即马遮是零百货，嘿，啊，这是人咧
祈祷的日本的无。哦，这个是鸟居啊。哦，这个不是人等咧食卖啊？唔是啊，这人油香钱，甲咱台湾意思是共款，袂使扣啦。歹势。你一病啦，你拢无发现讲这动作奇怪吗？古色古香啊，林百货我知啊。全台湾算是第二，但其实跟第一个差没有几天啦，差不多几天啊，算是最老的这个百货。台南整个就是古都嘛。对，除了这个古迹物件以外，还有食。台南你嘛才熟哦。好啦。好可惜。我先甲你讲一下咯。你即摆若园区阁有遐物件，你通交出来哦。无等你叫人带走，我是无甲你。没啦，我还回去。无啦，我正经的啦。开玩笑的啦，我怎么会这么随便呢？这些可是到此朝圣的游客向有时代史迹神社许愿的钱币耶。当然，就在这栋5层楼附近，还有香喷喷以及超级吸睛的府城手工古早味。碰面，终于看到它了。这些都是准备给我们失败的，是不是？他们失败也要吃。当然啦。好啊，那当然，我们这个要怎么开始？这个其实碰饼大家都以为是中空的，实际上它是有皮跟有馅。这个呢就是皮，然后这个是馅，所以我们要首先要把皮跟馅包在一起。像这样。现在这个馅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糖馅，这是糖馅，这黑糖口味。就是最传统口味。对，这是最传统。然后我们要先用虎口把这个糖馅包进去。那你在包的时候呢，你不能拉太多皮，不然这边会糊掉。对，大概是这样。这个比较粗大的就是皮啦，这个就是馅啦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先开始将油酥内馅包入油皮当中，然后收口捏紧。这个过程还真有点像在捏小笼包，应该还难不倒我。我不够用力对？也不会啦，我看，其实也 OK 了，这样子要稍微折起来，这样就可以。这样子。对，压。好，那我们撒一点面粉，可以开始擀。要做之前，我们要先压一下。压一下，稍微，然后均匀的压，手掌的力道要均衡。那我们擀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从中间往外推往。你要想象说这块糖馅在这块皮里面是均衡的往外展开，要放哪？才刚感情哦。更感情。有。你看你这个拜就是感情的到情那样。要压这么扁？对。可是后面我们不是都圆的吗？那就是压扁了之后，擀大圆之后，对，进去烤，那个糖就会有蒸汽，会把上面升起来。对，所以你擀一擀稍微有点椭圆的时候，我们要换边，然后继续擀。不够圆的地方我们就换一个，它已经没有做了。没 Q 啊？对。其他的都是客制化的印章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像我们也有这样。我看到一个很感人的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不知道我怎么变正方形了？我觉得更干净，施力不够平均啊。施力不够平均。对，施力不够平均，施力要平均才会变圆形。碰饼手工麻烦就在这里，它就是一边擀，要一边调整它的形状，它才会变成圆形。要擀到这么扁啊？要啊。所以还没有办法用机器取代人工，对不对？目前是没有办法。就是一定要传统手工。对，而且就算是机器可以取代，也是部分的，因为它这个筋性进到机器里面很容易就断筋，就很对，就很专业。我有疑问呢，我这到底爱你就是爱弄到哪样才算是好？要跟我一样大。因为我一直觉得不够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很难啊，没办法，那你就先尽量跟我一样大就可以了。那你不够圆的地方，我们就换一个好，它已经没有做。没 Q 啊？对。当然了，阿姨呢？没有人讲你没 Q 啊？我说这块碰饼，可是我还是要吃啊。因为这个都是我们要自己花钱买的。可以啊，制作单位说不可以结账。没关系，它还是供得起来，还是可以吃。还可以吃哦。只是没有那么好看呐。不要紧。碰饼是府城知名的点心之一。最早期的内馅是以白糖或黑糖做成，口味较单一。
在刘老板接手后的改良之下，目前已经多了9种不同的口味变化，包含草莓、巧克力、多多，还有在地的玉井芒果口味，甚至还有异国披萨口味，酸甜咸香，老少咸宜。好，小刚不错，小刚过关了。可以，来星汉现在已经。好，那你可以再试包一个看看。那你们那个时候弄到9种不同口味的时候，有没有一般民众会不会觉得啊，碰面怎么有咸的？接受度不高了。对啊，或者是其他什么多多口味这种？其实一刚开始的时候，家里的老师傅是不接受的，他就说这下面有妹妹了哈。大家你要接起来，有人加加吗？然后其实我研发1个礼拜之后，就马上有800人的订单。你第一个研发出来除了黑糖以外的第一个口味是什么？芒果，因为台南出产芒果。台南水果，当季水果味道。大概就是花了差不多1、2个月的时间把口味整合，然后又设计礼盒这样。小刚，你有看这料的？哦，这个听说也是这个特色呢。有这一颗是凤凰花，就是台南市最有名的花。所以这个开始就是我开始改造这个凤梨的时候，8年前在改造。所以其他的都是客制化的印章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像我们也有我看到一个很感人的。对，这是特地为你们节目所准备的。那现在要盖看了吗？可以盖了，可以盖了吗？可以盖了，可以盖了。是烤之前盖，我以为烤完之后盖。从第一颗代表台南的凤凰章开始，店内的碰壁除了有多样色彩之外，各式客制化的碰壁章也是文创的一大特色。顾客可以选择既有的风格章，也可以请店家代刻个人图腾，特制属于自己的古早味。有了世界第1等章的认证，我和阿hin的碰壁终于可以进烤箱啦！刘老板特别邀我们前往品尝当地最有味道的下午茶，一起试试店家研发的碰壁甜品。然而，这栋别具历史意义的100年建筑，曾经也是日治时期政商名流交际应酬的饮料亭。不知道哪一个是我做的，其实应该像这个是小刚做的，小刚感觉比较远。你的都只是比较有角度。其实我的也没有很好呢，你看我的也是，你还是低一个，我的是一个低啊。这个就要证明一点，小刚，我们这个真的是纯手工。丢啦，纯手工才会这样。它虽然没有那么完美，但不完美中的完美。这就叫拜拜啊水，拜拜啊水，对，拜拜啊水。也是啊，眼前的这一堆长得很随性的碰壁，除了能帮我们证明绝对纯手工之外，也能看出手不怎么巧。不过没关系啦，能吃比较重要。现在就来看看古早味有哪些新吃法。我比较惊讶的是，我哪天没听过这种讲法。我真的没有听过，因为我们都是会包一包，然后就这样压破，然后就这样，我们就会这样吃，就这样吃。啊，真的啊？对，因为最早期传统，我听过人家坐月子什么，就都是这样吃嘛。稍微用麻油煎香过以后，它的那个味道层次感。对，其实这个很好吃，只是煎起来有点麻烦。没有，传统真的好吃。那听说你们还有特殊吃法？对，这个是 cheese， 这是沙沙酱，这个碰饼是披萨。哦，我终于看到披萨了，这赞，这下来去哪一家？碰壁最潮的吃法就是眼前的这一道啦，最基本的披萨口味，加上香浓 cheese 经过炙烧之后，再淋上酸辣的沙沙酱，好吃晋级，瞬间充满了异国风。据说这也是台北某家字母饭店的菜单点心哦。好吃。一点点香，竟然有甜点。今天重头戏就是这个。就是用我们的碰饼来做这个冰淇淋碰饼这样子，它这个碰饼很好吃它里面有那个茶冻，然后还有他们自己做的蜜红豆。真的啊？对，然后上面又放了台南很有名的那个冰淇淋。料很满，料真的满。有没有看到它这个透明的茶冻？碰饼这样子弄成其他口味啊，不管是甜或咸，都不会觉得违和。从八宝肉包到创意碰壁，身为台南人的刘老板，骨子里虽以传统为傲，但脑袋里却也击鼓玩新的不断开发创新，让家传的美味发光发热。这是新的吗？嗨，也看那波波呢。无啊，这是手刀吧？有在调10分钟过，拢手慢夹走。不，这个真的是有在炒，这很烫。老板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
秋葵是台湾夏秋的盛产蔬菜，是许多人家里餐桌上的常客。而鹿草秋葵的年产量占全台湾的70%。我这么爱吃秋葵哦，我第一次看到秋葵田，原来是这样子栽长的。对，它这个叶子会刺刺嘞。会啊，因为它这个有绒毛，白白的嘛。有。对，白白，这个就是它的绒毛嘛。对，这拢在开啊。对，它这个一株就这样长1个2个这样。其实你现在看到这个小花苞，就是早上开花。它也算昨天开的啦。昨天开花，它早上它凋谢之后就变这样了。这么快啊？很快，真的长很快。你像这个，它明天早上就要采了。原则上，咱种秋葵很好栽种，对，但是管理上很麻烦。我没有说我今天休息1天，后天再来采。为了不浪费来不及采收却已经过熟的秋葵，林大哥与太太2人在经历许多失败下，终于用日晒法研发了秋葵另外的销售通路。不过，说到带有黏液口感的秋葵，除了穿烫上桌之外，还能做什么呢？现在这样一看到就知道是什么了哈。秋葵啊，这是青叶吗？怕伊看那薄薄的呢。无啊，这是秋刀吧？啊，这哪个打伊啊？这大家呢？阮这是日晒的，伊甲这个秋葵做秋葵茶。秋葵茶，秋葵可以做茶。你若新鲜的，就煮就收香。对啊，所以阮即马用传统日晒功法的是用靠太阳，太阳越大越好，就是要把这个叶绿素把它蒸发掉，把它晒成金黄色。远看像那个干掉的那个稻草在路上、地上。另外一边它的叶绿素它还在。这个要晒多久才会变成？我们要晒2个月，60天。啊，落雨你若连续落2天，可能咱即马看这批的拢爱夹，因为你不足2个月的话，它这个叶绿素它还是锁在里面。你若把它做成茶包，你泡起来会有一个青味。大概1个小时之后要来翻动一次，你没有翻动它，也就差不多。清洗完的新鲜秋葵需要经过2个月的日晒，全部过程只能靠人工，而这都只是初步的做法而已。眼前这么一条条完整的秋葵是用来煮茶、煮汤用的。若要制成随身可带的茶包，还要在烈日下练习铁砂掌。很烫呢。来，无你有摘掉10分钟过，拢手慢夹走。不，这个真的是有在炒，这很烫。怎么这么多种不同的颜色跟大小？1个半月，1个月，这个算半个月。半个月。那个前2天而已。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这个就是可以让你直接泡茶，用热水冲了就可以了。这是几啊百斤来做的呢。因为瘦它是10比1啊，有点翻哦，有点翻的感觉。翻它是为了让它受热均匀。为了让秋葵在热水冲泡下就能软化，秋葵干茶包里的秋葵片都是在去头去尾后切成1公分薄片，然后放在铁盘上不停地翻搅，好让精华浓缩在里面。至于秋葵煮茶到底会有多好喝呢？冰的赞。对啊，落到要死啊，身体会一个。这混起来有点像那个冬瓜还是当归味，我以为它有加，可是喝起来，我刚也以为有加冬瓜糖，没有，就是原味，没有加任何而且它煮出来就是这样的颜色。对啊，我们标糖就是不加糖，没有防腐剂，你喝到的是10公斤变成1公斤的秋葵。炎热的夏天，喝上1杯冰凉秋葵茶，享受一顿秋葵大餐，包你暑气全消。除了贩售自家新鲜秋葵和秋葵茶包之外，老板娘也研发了黄金秋葵泡菜，将秋葵以不同的形式入菜做料理，让秋葵不再只是单一口味而已。这个要泡多久啊？这个因为你如果做好的话，我们是1天让它入味。泡1天就入味。对。因为我们是标榜没有防腐剂的，所以我们使用期限大概1个礼拜，赶快尽快把它使用。所以
做完1天后，对，开始1个礼拜内要吃完，对，这大概就吃完了1天就可以吃完，对，真的好吃，真好吃。哦，你们这个酱料很清爽哎，对，它还有那个黏黏的，黏黏的那个秋葵原本带黏黏，然后再加上泡在那个酸酸的。啊，这有啥物关系？你啉看卖啊？伫别位拢食袂到鸡汤哦。你看，整包，刚才我们那个茶包一样的嘛，就可以把它拿来弄煮到汤。就它除了好吃以外，其实对食材的融合帮助也是很大的。对啊，所以它很多元化啊。你看下去煮鱼啊，煮鸡汤啊，冬天最爱的火锅。有句话说得好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走访南台湾，我发现这里的人用自己的方式爱故乡，因为他们的创新，让我们有机会发现传统，也能有新出路。因为他们的努力，更能发扬不一样的文化视野。有些路，如果你不启程，你永远不知道它有多美丽。